在泰国的森林里，你不仅会遇到很多野生动物，还会遇到鬼。前面毕老师谈到了泰国森林僧人的日常生活，西方比丘和亚洲比丘对住持的看法不太一样。亚洲的比丘看待住持和师傅，就像孩子面对威严的父亲一样，更多是服从。西方比丘通常只是把住持和师傅看成是老板，既然是老板，他的言论，他所做的决定当然有好有坏，更不需要盲从。下面我说下我们的每天日程安排吧。泰国寺院的生活比较平静，感官受到的刺激比较少，因此我慢慢的不像之前那样焦虑，也不容易精神疲惫。每天凌晨3点，钟声会响起，我们就要起来。半小时后，我们要到禅堂集合。从住所到禅堂需要走一段距离，那里夜晚没有照明，黑黢黢的，横在路上的树根看起来跟蛇一样。其实有时候真的就是蛇。而且森林僧的规矩是，你的私人物品越少，你的威望就越大，所以有些僧人会坚持打赤脚，也不打手电筒。宁可冒着被蛇咬的风险，也要显示自己的高风亮节。这是咬不咬的问题吗？这是气节的问题。我曾经2次踩到蛇，每次吓得快魂飞魄散。事后有人安慰我，没事的，这样的蛇通常动作比较慢，因为它们是最毒的蛇，所以根本不需要太快。每次来到禅堂，我们都要先跪拜。不仅到禅堂要跪拜，只要这个房间有佛像，就必须先3拜。离开时也要3拜才能离开，因为大多数房间都有佛像，所以你能想象得到，我们每天都要大量的跪拜。你知道在佛陀的年代并没有佛像吧？我认为佛像这个概念是不是后来产生的并不重要，所有仪式的意义本来就是人类赋予的，所有宗教就连上帝本身也是人造的。但大量的跪拜让我明白，除了内心那尖锐的喋喋不休的噪声之外，还存在更睿智的智慧源泉。一拜下去，感觉自己的傲慢、自己的烦恼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。有道理。跪拜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唱诵，唱诵世尊教导的内容。唱诵结束之后，我们开始每天的第1次冥想。到了日出之后，我们就出去乞食，这是我最喜欢的时间。我们5、6人一组，朝不同方向出发，光着脚，排成一列，每个人都端着个钵，有根绳子系在脖子上。愿意供养我们的人，通常都会在路边等着我们，为我们提供食物。乞食结束之后，我们带着食物回来，集中在一起，大家一起分享。附近的村庄如果有红白喜事，他们通常都会带食物来寺院。我们的食物始终很充足，那里是个贫困地区，我们也欢迎生活穷困或者饥饿的人到厨房用餐。城市里有些富人也乐意捐助资金，我们用这些资金建了当地的医疗大楼。正因为有这些互动，我们和当地社区关系非常和谐。早上8点半，我们集合在一起，吃每天唯一的一餐。我花了好多年来适应一天只吃1餐，然后在下面的23小时半不再吃东西。你难以想象，在开始的那段时间，我是多么想念披萨和冰淇淋。小身板快饿坏了。在用餐的时候，我们要求保持正念，保持安静，专注的进食。我们的座位是依据出家时间长短来安排的，出家年长的比丘坐在前面，能最先得到食物，新出家的则在最后。所以刚出家的时候，如果这一餐有好吃的芒果西米露，我都会紧紧盯着分餐人员手里的大锅，可担心没有我的份。哼，您好歹也见过点世面，就打这小算盘。都是饿的。从9点半到下午3点是我们的自由活动时间。我通常是行禅，其他人有冥想、瑜伽、打太极、洗衣服这些。下午3点到5点，我们要做些工作，包括建造、修补、除草这些。维持一个寺院总有很多事情要做。我是知客师，负责接待来访的客人。来访的客人来自很多国家，而我能说6种语言，所以这通常就成为我的专项工作。5点之后就是我们的下午茶时间，我们一起喝茶喝咖啡，也会讨论问题。喝咖啡对我很重要，为了保持清醒，我无法离开咖啡。晚上8点半，我们又集中到禅堂唱诵冥想。每周有1、2个晚上，
我们的住持会讲课，到了晚上快10点，我们就睡了。整体作息安排和中国的差不多，只是在中国很少有乞食的，有一天吃一餐的，也有2餐3餐的。对禅定比较看重的是禅宗和天台宗的法脉。各地寺院多多少少都有些异同。当时，这位瑞典主持人来到泰国，因为偶然的因缘，他来寺院采访我。他问我，如果每个人都决定出家当和尚，这个世界会如何？我回答他，我想，这和所有人都决定当主持人一样。几千年来，总有人会质问这样的问题。有人想指挥你这辈子怎么过，有人是焦虑自己的 DNA、自己的种族会灭亡，所以想让你多生一点。一个种族可能会灭亡，对于后世的人来说，更珍贵的是文明。只要人给后世的人带来幸福，这不分种族，也不分国家和肤色。释迦族可能已经灭亡了，但师尊的思想流传下来了。是的，每周我们会有一天通宵冥想，偶尔也会唱诵或者跪拜，但大多数都是冥想。这是我老大难的问题了。有一天，我又是做的东摇西晃、昏天黑地的时候，我心想，我放弃了工作，放弃了一切，来到这里，就是为了在这里打瞌睡吗？正在这时，我们的新住持来自英国的阿江走上讲台，开始了当晚的讲座。他很有魅力，泰语说得很好，深得大家的喜欢。他说，我要传授你们一句有魔法的真言。当时我们都大吃一惊，我一下抖擞了精神，因为在森林派不允许采用任何和咒术、神秘主义有关的事物。所以你们没有泰国很流行的佛牌呀、护身符之类的东西吗？是的，森林派不允许用这些。得给阿姜茶点赞，这些已经是通行国际的生财之道了，你们很有正气。是的，住持继续说，如果你感觉到和某人开始产生冲突，关系快破裂的时候，你只要真诚的、笃定的重复这句真言3次，你的担心就会烟消云散。这句有魔法的真言是：我可能错了，我可能错了，我可能错了。已经过了20多年了，但这晚的情形，我一直没有忘记。我可能错了，很高明。原来焦点放在批评别人上，现在转到自己身上。我们也有一句类似的：己过庐山己不见，他过秋毫亦明察。我们经常都陷在这样的误区里，看别人、看这个世界怎么都不顺眼，都是挑作高手，但自己的一堆问题从来没想过改正。是的，我可能错了，显得如此简单，却又如此容易忘记。有一天，我跟妻子也说起这句真言，第2天，我们就因为小事拌嘴了。妻子提醒我，要不，你试试你昨天说的真言。我当时还很生气，马上回复他，我现在用的是另外一句真言，你可能是错的。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来挑别人的问题。道德标准通常都是用来要求别人的。是的，有次我在寺院和别人吵架，住持看着我说，正确从来不是重点，你的心才是重点。为了所谓的正确，真的脸红脖子粗，这就是见取见和烦恼。三祖升山大师的信心铭也说，至道无难，唯贤简择，但莫正爱，动难明白。即使是世尊，当来者不接受他的见解或者无理取闹时，他也只是默默不说话，而不是卷起袖子，小样的，我给你的颜色瞧瞧。把这些分别取舍都放下之后，我们会发现，哇，好轻松。我们都以为自己知道当前发生事情的一切，自以为是，承认自己的无知，承认自己可能错了，这就是一种智慧。是呀，很多不良嗜好，像抽烟酗酒，或者曾经在不良宗派里，曾经在抑郁中，在旁观者看来，这些人都是混蛋，都是傻子，都自甘堕落。但当我们自己也深陷其中时，并不容易爬出来。是的，我们并不知道他们都经历了什么。随着我们寺院的名声慢慢传播开，有几位太行空姐有时会来我们这里通宵冥想，第2天一早再搭飞机去上班。所以你能看到有20-30位僧人坐在一侧的平台上，还有近10位非常漂亮的空姐
坐在另外一侧的地板上。空姐们看上去都很祥和的样子，我虽然仍要和昏沉作战，但时不时还是忍不住想要偷偷瞄下这几位空姐。这时候适合不进关。我看你们的长谈也摆着白骨骨架。对我没用，那时我心里只有空姐，开始天人交战。你是出家人，怎么能偷看妹子呢？看妹子的不是我，是我的荷尔蒙，这是人类的原始欲望，这有错吗？如果被人发现了，那太丢脸了吧？只要假装无意抬头，就偷瞄一眼，没事的，没人会发现。于是我就以极快的速度偷瞄了一眼，或许还可以再看一眼。哼，这一坐全耗在这上面了。是的，不是大家想象的，一本正经，腰杆挺直，眼观鼻，鼻观心。为了防止自己睡着，我手上还捏着一根针，当我快睡着时，就扎自己。哟，您这够狠的，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头悬梁锥刺股了。这故事我估计是骗人的，因为即使扎了，我照睡不误。我很绝望，所以改用行禅。如果实在昏沉，行禅或者放心好好睡一觉，比这些自我虐待要更实用、更有效。行禅也没用了，我走路时都能睡着，膝盖一软，差点趴下，我这才惊醒。那就是真需要睡觉了。我也经历过这样的训练，几天不睡觉，但除非你本身就有很深的禅定，否则这样的训练除了出现幻觉，除了让自己绝望，还可能会导致抑郁，正面意义并不大。当时还有位来自美国的比丘，他也昏沉，他拿出一块长布，一端绑在吊扇上，另外一端做了个套，把自己头塞到套里，这样就能保持站着，防止睡着。哼，果然头悬梁的来了。之后有位居士出去上洗手间，回来时跟住持报告，不好啦，有人要自尽了。在中国也有播州的修法，7天或者更长时间不睡觉，一直站着或者走着，说这样修成功之后就能得到什么殊胜的成果。这只能当故事或者传说来看，很不靠谱。这样无谓的自我折磨意义不大。人们都想找个捷径。我们寺院边上有个火葬场，泰国的森林现在被破坏得很严重，而火葬场周围的森林通常没人敢砍伐。当地人就在火葬场火化死者，他们运来棺木，架在土墩上，在棺木下面生火。很原始的方式，我在尼泊尔也见过，他们连棺材都免了，用鞋子一裹，就放在火堆上烧。很多泰国人都怕鬼，他们相信火葬场经常有鬼出没，所以大多数人不敢靠近，尤其是晚上。每年2月，我们要到泰缅边境的北壁府森林里住2个月。哟，泰缅边境最近闹得沸沸扬扬。那里有森林，而且凉爽。那年我们刚到那里，发现当地村民都在等着我们。原来那里最近在闹鬼，那些鬼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，这让村民们彻夜难眠，而且还是用英语尖叫。说英语的鬼在泰国？对，2战时期，很多盟军的战俘在那里建造死亡铁路和贵河大桥，死了很多人，他们就被葬在那个村庄附近的乱葬岗。哦，贵河大桥听说过，有同名小说，还拍了一部电影。是的，就是那里。我们有一大半僧人都来自西方，我们先用巴利语唱诵经典，之后住持直接用英语跟鬼魂沟通。我们是为和平而来。你们在晚上的尖叫惊吓到了村民，你们现在已经死了，这里没有适合你们的东西，是时候继续向前走了，请安心去吧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样奏效了，鬼的尖叫声停止了。之后，村民和我们就继续过着平静的生活。给住持点赞、转发、关注，厉害了！看来还是得学点外语，不会点外语还搞不定。是的，你会的语言越多，在不同的国家就越方便。我们之后就住在森林里，那里有些竹床，每张竹床的间距都很大，看不到彼此，这样大家就不会互相干扰。到了晚上，你坐在竹床上，和森林紧紧隔着一层蚊帐，你可以听到昆虫碰到蚊帐的声音，蟋蟀的鸣叫声，以及树叶的沙沙声。有时候你也能感觉到
有野兽在靠近。你不害怕吗？当然怕呀。有一次，一位比丘遇到了2只老虎，幸运的是，老虎当时并不饿，但这位比丘可吓坏了，拔腿飞似的跑开了。而我有一天夜里听到了巨大的撞击声，但当时实在太累了，我翻身继续睡。第二天我才发现，离竹床不远处，大象曾经来过。还是很危险的。是的，比住在寺院更艰苦，这里更穷困，而且乞食很难。出家第2年，我选择到柬埔寨边境的一个寺院，那里也非常贫困。我是那里唯一的西方人。那个地区时不时会听到远处地雷的爆炸声，触发地雷的通常是牛或者山羊。有些观众可能不太清楚，在越南、泰国和柬埔寨边境，有很多战争遗留下来的未爆炸的地雷，每年都会造成很多伤亡。是的，在那里，住持还有个规定，早上冥想时头上要放个火柴盒，谁掉2次以上，那天只能吃米饭。哼，这是个挑战。这已经难不到我了。我偷偷在火柴盒的下面贴了一块粗布，而且我还学会了，即使睡着了，上半身虽然向前倾，但下巴仍然能抬高。摸鱼都摸出技巧了。在很多人的印象中，出家人是2个极端，或者一板一眼、正正经经，或者装模作样、装神弄鬼。其实大多数人只是普通人，都是血肉之躯，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，也会打自己的小算盘。他们是立体的，有闪光点，也有不足之处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。感恩老师，感恩作为阿罗汉，愿大家都能走上适合自己走的路。有问题到星球，我有问必答。欢迎大家关注公号你好阿涵，只跟你说不忽悠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可以解忧，我有阿涵。欢迎点亮转发关注充电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把视频传播给更多人，会让您平安吉祥，一切顺利。谢谢。